亲爱的朋友们，很多人都很关心怎么获取更多的财富。作为人是希望能够活得舒舒坦坦，想要啥有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非常根本的规律是，世界是守恒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财富是啥？财富是你的收获。那你怎么能够获得收获？你就要去付出，没有不劳而获，但有很多厚积薄发。厚积薄发是怎么回事？他就不断的在积累，不断的付出。比如说学子苦读10年，最后高考中榜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平常付出够了，所以才有后面的回报。学习是这样，它是对学习内容的付出，学习内容就会给你回报。与人交往，你就要对人付出，人家才能够对你回报。你做事要对事付出，事才能够给你回报。所有事情都是如此。但是现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都想一夜暴富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到那些暴富的前面不知道受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进行了多少积累，他才有如今的成就。包括那些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把企业做好，你不知道他前面有多少次创业失败，你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。现在不宣传这个，不宣传前面有多少付出，没看见付出之后的回报，所以现在人们的价值观都错了。怎么着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？那就是要多付出。用佛家的话就是多去布施。布施并不是说给寺院供点钱，这个就太狭隘了。真正的布施是什么？真正的布施是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付出。这个付出其实也是有智慧的。你要是傻付出，就有可能是被公办。但如果你智慧的付出，是可以是半功倍的。怎样是智慧的付出？首先就是你付出的东西要看对方需要不需要，对方不需要的，你付出在努力，对于他来讲也没多大意义。你做一件事，你布施一件事，能够获得多大的福报，并不是取决于你，而是取决于对方。对方觉得有意义，你这个布施所获得的福报就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帮助别人，别人越感激你，你积累的福报就越大。别人越不在乎，你就越没有积累下福报。所以付出要怎样？你要看对方的需要程度，别付出把自己感动的眼泪哗哗的流。我太真心了，我太诚意了，没有用，得别人需要，别人感动了，才是积累了你的福报。你去跑客户，别干别人不需要的事，多干别人需要的事。你得有点眼力见，你好钢得用到刀刃上，这是决定性的一方面。你要想不是想积累自己的福报，一定是给需要的人，越需要你得到的福报越大。第二点就是你给的东西一定的是你多余的。你说你本身就100块钱，你拿50块钱去帮别人，结果你这个月都活不下去了，那你能帮多少？你拿你多余的，拿你无所谓的给那些需要的人，你在布施的时候没多大代价，但是别人的感受很好，这就给自己积累了很多福报。最傻的是怎样的布施？我一个穷光蛋去巴结一个富豪，我取了1万块钱去打点他，这种人最傻了。
拿自己稀缺的去给别人多余的，一定要拿自己多余的东西去给别人需要的，那才是智慧的布施，才能够获取最大的福报。布施之后又后悔，这个没问题，它影响的是你能不能够继续布施。不后悔的人会持续的布施，所以从长远来讲，他会得到福报更多，因为他没有断下布施的脚步。后悔那一下并没有影响当前的布施，它影响了以后你还会不会布施，影响的是这个问题。这个是我必须要严谨的说一下，有些人迷信说我布施完了后悔了，结果就没福报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就没搞清楚背后的原理。因为我是理科生，我不是迷信，我是明白了这个宇宙运行的底层规律，所以才能够把这些问题给你解释得非常的细。心意是不是值钱？是，那说明这个人需要心意，你还是给了他需要的东西，他需要的是你的心意，但是什么能够代表心意不一定。你这么看，你还是布施了他需要的东西。心意这东西也是个东西，你别说不是物质就不是东西，物质意念全都是东西。所以你看待这个世界不能那么片面，不能那么狭隘。赞美鼓励都是布施，有些人就喜欢听赞美，你就多运用这个资源。我上班的时候听了一堂课，是我当时公司做的一线经理人培训。他当时讲，一个管理者在管理你的团队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想的钱和甚至是你能够掌控的资源，你的管理能力是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的。但是你如果能够发现，其实你拥有着无限的资源，你可能一句夸奖，一句赞美，一个关心，就能调动你员工的积极性。这才是高超的管理者。他什么道理？那是因为不同的员工内心需求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就喜欢钱，你给他钱就好使，你再怎么夸他，再给他升职没用。有些人就喜欢当官的感觉，喜欢管人的感觉。有些人内心很冷漠，很孤独，他需要关怀。所以你如果给他一个真心的关怀，其实能够极大的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。不同人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。在那一堂课老师就讲，每个人他实际的需要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学会去观察你的员工到底需要的是什么。当你看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资源，你用的这些资源其实都可以换取员工对你的信任，然后把他们管好，而不是通过钱。这个道理其实就是那个意思。你在布施的时候一定要布施别人需要的，否则有的时候你花了钱给他涨了工资，还有可能变成你的不是。这里面很有学问。我当时学那门课的时候，我记住的只是这个领域，没有融会贯通。我在10年前明白世界的道理的时候，这一切全都通了。你如果都没意识去观察，你自然不知道你要去观察别人需要什么，还有你也去观察自己什么多余，然后你去进行匹配。他需要那东西恰好我多，给他就好了吗？这就给自己积累福报了。等你什么时候需要了，恰好他多，你说他能不帮你吗？那些大销售怎么把客户搞定的？
他知道他的客户需要什么就搞定了。他是靠钱吗？不一定。他仅仅需要客户有什么爱好，不怕你有原则，就怕你没爱好。你只要有爱好行了，你跑不了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人生的很多的窍门。但是这些窍门以前我为什么不常讲？因为你知道这些窍门之后是可以办坏事的。比如说不怕你没原则，就怕你没爱好。这是谁的名言？大家有知道的吗？这是赖昌星的名言。赖昌星什么人？最后什么结局？所以掌握了世间规律的人，还要看发心。发心不好的人，我讲的越多，可能造的业更大。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会讲？因为我发现了，只要强调这个世界是守恒的，你发心不好，以前你造恶业，你只能造5分的恶业。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能够造50分的恶业。行了，你自己去背吧。你如果说我背，我为了短期的财富，短期的成就，我不顾我未来，甚至我不顾我来世，我加倍偿还都无所谓，那你就去干吧，反正各自因果各自背。以前我就不知道强调这一点，现在我就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我看的因果太多了。如果说你不怕因果，你就去干呗。所以现在我强调因果，强调世界的守，强调多了之后，我说10遍守恒，说10遍因果，我说1、2遍技巧，我觉得也无妨。反正因果的教育，我说的也够多的了。你自己还愿意往坑里跳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怎么能够获取更多的财富，就是要智慧的布施，这样你就可以积累更多的福报。你福报足够多的时候，你的回报会自动的转化，你不需要去求，人生就会很顺利。只要你积累的福报足够多，你善待的人足够多就可以。